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今天这一期影片啊，我认为是我频道有史以来最透明、最有干货的影片了。大家不是说赚钱很难吗？那我就完完整整的说一下这赚钱的本质和套路啊。我会在这部影片直接公开我当初的合伙人，我的大哥，他是怎么在10多年前做小本生意，做到年收入过100万美金的。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以前的100万富翁就相当于现在的亿万富翁了。那他做生意的套路其实对我启发蛮大的，因为比如说乔布斯、李嘉诚这些大企业家，他们说的对当初创业的我有点遥远了。但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套路，在我大哥面前就变得好像可以触摸一样，就是大家听到后面就会明白我当初的感觉了。但首先有2点啊，大家进来看影片的就必须要知道，第一是我们的内在，就是你自己的改变非常重要。我们常说躺着收钱，不是说你听完就能躺的，就是我会跟你说我的经验，我的思维系统，然后大家听完就要吸收啊。吸收不是说你听懂就算了，什么叫懂？就是你听完以后你要融会贯通，就是你要思考我的这些思路和套路怎么结合你自己的资源，怎么为你所用，然后试着去执行，从执行中找出问题，而不是你做都没做就给我们提问题。你不能只盼着你实现财富自由，然后赚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但是你自己不改变、不调整是不行的。然后接下来是第2点，就是大家的外部环境。就是第一眼看一个人混得好不好，其实我们都是有触觉的。不过有的人对商业的本质理解比较深的，那我们看人就更加准了，因为我们都是有意识的去看一个人。就是当我们到一些比较高级的宴会去认识人嘛，然后每一个人都穿得很漂亮很帅，然后他们的名片都看起来很专业嘛，但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值得深交的价值了。我们看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做什么行业的。大家要记着，我们混得好不好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外部的这个大行业，我们一定要选择有前进的。如果行业的这个蛋糕不是增长的，而是不断的缩小的，那竞争太激烈了，你根本分不出来的。行业就是借势，行业就是找对了势头以后才有我们的机会。几千多年的智慧告诉我们，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那今天男女都一样，大家都怕选错行业。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选错了势头。我们的目的是想财富自由嘛，对不对？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起不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借助风势啊。我常学雷军说，站在烽火上，猪也会飞嘛。就是这句话很有智慧的，你们能不能品出来？你去问很多行业的人，你会发现，特别是什么房地产啊、什么养殖啊等等的行业，他们经常会说，哎呀，政策让你赚钱，你就能赚钱，政策一转变，你根本就赚不到钱，所以我们要借势。但是这个事背后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商业的品质是什么呢？商业的秘密其实就2个，一个叫做需求，一个叫做交换。这2个如果你能理解的话，毫不夸张的讲，其实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满大街都是机会，然后往下衍生的就是谁的需求怎么交换。你看到影片后面的套路你就会懂了。但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说一下心法的部分，就是虽然大家都喜欢套路、喜欢招式，这些含金量最高的我后面会讲，但如果没有这个心法的基础，什么套路都执行不下来，什么招式都没有威力。那需求是什么呢？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需求，也不知道是谁的需求，所以大多数人找工作的时候，学校里教育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学个什么技能，然后都是那个职能部门的需求，就是一家公司里面其中一个部门，他们需要人干什么，然后大学里面就会设计那个专业，所以大学里面设计的专业都是已经细分的需求。大学里你学的这个专业出来满足的是谁的需求呢？
呢？大多数都是一种职业的技能，满足的是某个部门的一种需求。这点大家能听懂吗？你回想一下，你的大学专业是什么？你的专业满足的是什么需求？你所学的专业是不是一个专业的技能，对吧？你这专业的技能，不管是什么机电啊、程序员啊、会计啊等等，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些事，然后让你去做。你去打工是不是这样的？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我还是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啊，就是大多数人学的那个专业呢，它对应的是某种技能，这技能就是某个部门所需要的。你接触的这个东西不是真正的需求，应该这么说，它也是需求，只不过它是某一个部门里面的某个职能岗位的需求，所以这个岗位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很枯燥啊，你就会感觉这个工作是为了换钱的，就是换点小钱，然后这个钱可以让你活着，你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不理解它的目的和意义。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是研发部的，你满足的是公司产品改进的需求，比如说你是人力资源部的，你满足的是公司人员流动的需求。那如果你是财务部的，你满足的就是公司现金流转的需求了，就是你整个部门满足了公司的某一个需求，这个能理解吗？满足这种需求的行业就赚不到什么大钱，就很难混得好。但大多数人就是被教育成这类人，然后如果他们不当这类人的话，他们就会恐惧。人嘛，如果不合群，如果当异类的话，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怕被人歧视。那可悲的是，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混得好一点，就要当异类，当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当一个无法被取代的人。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老板是孤独的，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思考的问题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公司要做什么，我们公司要满足客户什么需求呢？老板和最高层管理团队、决策团队脑子里面装的是社会大众的某类人群的需求，就是市场的需求。所以如果你真的去打工的话，我认为比较有前途的就是在一线工作的人，就比如说一些销售人员，你就必须要非常了解顾客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对你的产品做很深刻的改进改良，然后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产品卖出去，用什么把这个产品跟需求完成交换。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一家公司最核心的秘密所在，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所在。所以李嘉诚还有我的偶像 Robert Kiyosaki， 他们都是干销售出身的。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你不往这个方向去转换或者是靠拢的话，那你的收入其实真的很难上来，因为公司的命脉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公司的销售，包括一个公司的产品部门，这个是非常核心的，老板脑子里面装的也是这块事情，其他部门的需求都不是公司最核心的地方，所以你的薪资就不可能飞跃发展，你的薪资只能向后端倾斜。这里很多人的工作是满足了一个部门分工下来的需求，所以基本上你的工资它是固定的，或者是适当的有一些弹性，但这个弹性的幅度并不大，你也不了解。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看不到钱的流动，因为钱跟你家没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月的产品卖了1万个，还是卖了10万个？为什么卖了1万个？为什么卖了10万个？这些问题就是让你提升你对消费者的理解，你对整个商业的理解。所以如果你的工作不是思考钱为什么在这里流动呢？你不涉及到这些内容，你就很难有特别高的薪资，这是你收入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虽然都是在一个公司工作，但是你的成长是完全不同的。各位听好了，对客户消费者的需求的理解，对消费者人心的理解，对公司产品的把控，然后怎么把这个产品卖出去，任何一个公司这几件事都是最值钱的。当然再大的公司，比如说产品的研发要往上走，比如说你去苹果公司了，产品研发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但这就要往上延伸了，以后有机会再说。所以你对这个边界理解的越深刻，你的职位越高，你的能力越强大，你赚钱越快，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你越接近钱，越接近交换，越接近这个前端，你的收益就会越高。你总做后端，你的收益就很难飞跃，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你要用心去感受的。那第二，交换是什么？
这交换很重要啊，因为就是赚钱的逻辑。有的人会觉得刚才的需求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需求究竟是理解什么的？理解人呢？理解这个人他有什么需求，有什么特征啊？但是大多数的人为什么不会赚钱呢？我只是说我的观点啊，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太自私了，你真的不愿意花心思去认真理解这目标人群是怎么想的，他们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想得到什么，你只关心你自己需要什么，你只关心你自己的东西，你不愿意用同理心去关注他们需要什么，所以在你眼中就没有机会，永远只有月薪几千块美金的机会，永远看不到一个月赚几十万美金的机会，你就不愿意同理心的去感受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痛苦，所以你就发现不了机会。大多数的人就想着自己赚钱，钱往自己口袋里面流，你根本就不想别人需要什么，你怎么能够赚到钱呢？大多数的人想的是我有什么，我有什么能力，我拿什么能够换钱，这种思维局限性太强了，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就是逼着你自己去不停的学东西，我要学个会计，我要学个什么东西啊等等，因为这样我的收入能够提高，你的眼界太过狭窄了，所以你的机会就那么小。跟你说，我们的维度不是一个维度的，当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世界，你将重新认识整个世界，那这个逻辑就不是这样的。这世界上有很多人的逻辑就跟你不一样，我们思考问题就是别人需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如果别人需要 A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这 A 是不是很复杂，我找到 B 找到 C 能不能把它拼成一个 A，这就是水平啊！如果 B 和 C 也没有，这 B 能不能是 D 和 E 的组合， C 能不能是 F 和 G 的组合，如果这几个把它组合起来的话，它就变成了 A 的替代品，可不可以啊？我们的脑子里想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想死读书啊。什么叫死读书？就是又考研又考博怎么样？其实根本就不用。当你关注客户的需求是 A 的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 A， 就需要去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去排列组合，去发挥你的组织能力，把 B 和 C 组合起来。B 和 C 都没有的话，就是 EFGH 拿去组合，然后就满足了这类人的需求，钱本身就会源源不断的来了。干嘛那么傻乎乎的死读书呢？就好像大家加入财富自由品书会，不是说你加入了就仅仅是为了每周2天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1年给你解读100本财富自由的书籍，还有我本人不定期的去说一些不对外公开的真相。这不免费的公开，是因为这些观念和思维会冲击到大部分人那些被学校洗脑的价值观。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现在2000多人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资源，可能是金钱的资源、技能的资源、知识的资源，然后你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源组合成一起嘛。你们可以在里面找到合作伙伴、学习伙伴，甚至灵魂伙伴嘛。然后我们品书会跟学校是不同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名字很直接，对，我们里面的兄弟姐妹们就专研一件事，就是财富自由嘛，我们就只把这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其他的东西都与我们无关。如果你想要进来讨论明星八卦的，想要我们聊家长里短的，滚，就是这个态度。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我收了大家的钱，你们想干嘛就干嘛，我们这里会筛选人的，然后我还会带着大家去实践，去做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这个如果大家副业去做，收入还是蛮可观的。我们里面有几个兄弟赚到他们几个月薪的收入了，非常的棒。我会送他们一些苹果产品，就是 iPhone 啊、MacBook 什么的，然后他们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的公司团队，跟着我去做其他的生意。人才嘛，我不会让他们流失的。而最近我们在群里面举办了一个选拔代言人的活动，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卧虎藏龙啊，非常的有趣。如果你想要成为网红，想我们帮你推一把，那你就可以在我们涨价之前，在这部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加入吧。我们会随着价值的提升不断的涨价，就是这样。那现在就是这部影片含金量最高的套路部分了，就是如果你不把格局提升的话，你永远看不到我看的世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为什么有同理心呢？我问你们哪里有商机？我们脑子里都是商机，我随便都能跟你说一个，你信不信？很简单，你看这个新闻，现在老年人是不是经常被骗、被忽悠？老年人去理财，或者老年人买个什么保健品，是不是经常被骗子忽悠？老年人的识别能力特别差，
然后儿女又不在身边，然后他们很容易被人忽悠买几千块美金的东西，对不对？老年人真的总被骗，但他们需不需要那些东西？需不需要那些真正的好的一些保健品？好的饮水机？需不需要那些泡脚设备？他需要的，但是骗他的人太多啊！正因为这么多欺骗和欺诈，所以这就是机会啊！但这些新闻你就看一眼，骂一句，说这帮人贪心，这帮老人怎么又上当了？老人就买个邮票，花几百万就上当了。对你来说，你就是一句评论，不痛不痒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对我来说，我就会用同理心去思考，既然这么多老人被骗，说明老人是真的有需求。为什么他们被骗？因为没有人给他们提供真正的产品和服务。其实遍地都是商机。那有人就会问，怎么证明你不是骗子呢？你看这种话就是没动脑子的，没有同理心的。老人们为什么被骗？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儿女们都没有发现，但骗子太多，但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啊！你应该认真的去分析了解。其实你要解决这两个东西嘛，第一个是信任的问题，第二个是提供真实产品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所以第一步，为什么老年人认为你是骗子呢？因为你付出的努力不够，因为你没有让老人相信你。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听好了，大家不是想听年收入100万美金的案例吗？如果我想做这件事，第一，我会选择一个老人比较多的社区，最好是高知识分子的老人，或者是那些收入比较高、退休金比较高的老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最好是他们儿女都不在家的这类人群。这第一点，我会选好位置。第二步，我们要有一个实体店，因为老人不相信网络，老人相信店面。我会选一个他们晨练或者买菜的必经之地，或者菜市场旁边的一个店。那第一，人群有了；第二，位置有了；第三个，怎么获取信任呢？你要发现老人的问题在哪？老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会用手机，他们不会用电脑。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听好了，我告诉你，我的合伙人，我的大哥，他20年前怎么做生意的？我做生意的理念也是受他启发的。15年前，他有2家店，专门卖 USB 和 MP3 的。有些老人客户不会用 USB， 他买的时候，我大哥或者让那个店员去他们家里，亲自去教他们怎么用，教完了怎么用才收钱。其实你没有做过，你就不知道。老人最大的问题，你研究一下就知道了。第一，他有很多手机的东西不会用，儿女又不在身边，他问一个人是很难的。第二，手机里面有照片，很想要打印出来，没有人帮他打印出来，他就是抓住一个点就行了。电子产品很多人他是不会用的， copy 照片、打印照片等等，他这里所有的都是永久免费。只要是电子服务到他店里面，他永久是免费的。打印照片不就是1、2块的事吗？教老人用手机、用电脑免费，别人不舍得，他都是免费的。我大哥他就在店里面招2个员工，每天就在那里教老人，只要进店的就免费教，明确写明永久免费教电子产品，照片每天免费打印1张。所有的老人每天都在店里面，每天都不会被骗，每天都免费的，他凭什么不信你？他儿女都不在身边，我大哥的店员都快成了他们的干闺女、干儿子了。然后当你堂堂正正的卖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对3高人群去卖对他们好的降血压的东西、保健品、泡脚的等等，这东西明码标价，那他就赚到30%的利润啊，他不黑啊。别人卖东西要好几万，不用，他们就30%的毛利，明码标价，正经的。然后他的正规旅行社合作，推出老人旅行的团，在他这里报名，所有老人的需求都在他这里了。他还配2个护士，上门可以去量血压、做体检，然后把信息反馈给他的儿子和女儿。我大哥哪件事赚不了钱？这里面1年稳稳当当有100万的利润，不用担心的。你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些机会呢？你只看到那些骗人的，你为什么不认真做该做的呢？做个人啊！第3步，把人做对了，还缺客户吗？因为你没有信任。他方圆有10万老人，就凭这个，他去整个1、2千核心老人，这有什么难的？他们对我大哥很信任的。他哪一件产品一天不卖个几万块钱的利润？这1年100万也难吗？你知道你的差距在哪里了吗？自私自利，没有同理心，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为别人付出过，让别人信任你。
这种感觉你有过吗？你试过认认真真的不求回报，获得别人的信任吗？为什么大部分人是骗人的呢？这些人怎么就喜欢骗人家钱呢？因为他们自私到极点，他们从来不想建立起信任。但我理解的商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这店要不就不开，要开就要开10年，因为这个信任一旦建立了，越往后就越赚钱。我跟你说，你们信不信我大哥的销售店员根本就不愁找对象，这些老太太孩子多了去了，都给你介绍，他们的服务就只是衍生的。很多老太太老头，他们根本就不缺这个养老退休的钱，他们现在钱也没有用了嘛，家里的净水机坏了换不换，家里面有点小问题修不修，这就是真正的商业，听不听得懂啊？什么叫做交换？有了充分的信任以后的交换是最珍贵的，成本最低的。所以你看嘛，需求到交换，你不了解人，你不了解你的客户，所以真的赚钱就跟你无缘了。当你了解了老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能把他们当朋友一样认真对待，能够培养起信任来，信任才是成本最低的交换方式，而不是说你想了个很牛的新的商业模式，那些都是忽悠人的。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一点，培养信任。你看外面很多的课程，他们把商业模式讲的是冠冕堂皇的，但其实他们没有理解到根上。当你看到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机会，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到处都是机会。这就是当你看到我所带的世界，这个就是马云的世界。当你意识到机会就是在别人抱怨的地方，你就重新认识整个世界了。这套路的思维你们融会贯通，灵互变通啊，就是现在已经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了，你们最快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品牌，让每个人都认识你，相信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接近这个网络世界。所以我才常说 YouTube 创业是一个对于白手起家的人最有性价比的创业项目，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成本。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年赚几个亿的是一个小朋友，这就代表着这项目的可操作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暴利的。那该怎么操作呢？我自己试过3天就增加了1万多的订阅，这是有秘诀的。我推荐大家参加一个课程，这课程的连接我放在这部影片的描述栏上，有兴趣了解的可以现在利用那个最优惠的价格加入哦。所以交换模式是很简单很好理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天关注的都只有你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模样才能满足需求，才能赚到几千块美金的工资。我压根就不这么想，其实我看明白客户需求以后，要提供的东西别人早就搞好了，然后我只是满足这个客户就行了。这就是商业的思维，这不需要死读书啊！我不是让你不继续深造了，不是的。要是让我深造的话，我很清楚我为什么深造，我学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会深造。我知道我缺什么，我就得去深造。比如说投资我不懂，我就是深造，但不是还没有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而去盲目的就像井底之蛙一样去深造，结果学了半天你根本就不干这个，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每年几百万的研究生真的就是稀里糊涂上研究生的，我说的没有错吧各位？这些人的动力也不知道在哪。如果你是看明白了需求去做研究生的，你说这部分社会需求我研究了，社会上也没有 A， 而且无法组合成 A， 我觉得我学完了可以打造出来 OK， 那你就去认真学，这就有学的意义和价值了，懂了吗？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能理解别人，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不是这么自私。自私的话机会越来越少，心装着别人，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其实机会根本用不完的，有大量的机会，但是我们大量的人很自私，只看到自己那点事情，所以永远看不到机会。这就是这个世界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么多的机会没有人去做，那么多人井底之蛙一样，觉得这个世界就没有给他们机会。最核心的就是这点东西，你悟透了就悟透了，你悟不透就永远都悟不透。其实跟投资是一样的道理，投资做到后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那2个词，你理解了就理解，理解不了就理解不了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